四摄是一种度化众生的方便法门，因为它是接引众生的方法。我们要把能够解脱自在的佛法，透过这四摄，让众生呢有机会听闻，有机会走进佛门。欢迎收听菩提麻瓜，我是小编阿若，我是林世敏林老师。欢迎收听菩提麻瓜。那我们本集这次的主题是四摄法。那四摄法呢，似乎是菩萨或是佛要教化世人时要用的4种方法。据说这个四摄法好像也是菩萨的必修科目，是吗？好，对，所以我们这集呢就来请林老师介绍一下四摄法是什么。那四摄法就是有4个项目嘛，就是布施、爱语、力行、统事。 OK， 四摄的我们还是要先讲一下。摄呢，平常我们说摄影，就是把你的影子呢给你摄进来。那么以佛教来讲呢，就是呢要来接引你，把你接引摄受。有时候我们讲叫摄影的摄，对不对？那接受那个受。那么4种接引众生来听闻佛法、来学佛的4种方法，我们呢，说呢，这叫做四摄。那么四摄法呢，可以讲的就是一种度众生的方便方法。方便啊？对对。我们过去讲说6度啊，这些事呢，你要做菩萨的必修的6个科目。那么现在是讲的是说，你要去接引众生、度化众生的4种权巧方便的方法。透过这4种方法，你才比较容易去亲近众生，能够去接近他们，你才有机会对他们说法，你才有机会呢去接引他们。所以呢，四摄法呢，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做一个菩萨，你想要呢不只是自己能够得到快乐，你也希望别人，包括你的父母啦、兄弟啦、姊妹、你的好朋友啦，对不对？那你务必就要学这4种方法，你才比较容易，也比较顺利，能够呢达到你的目的。好，就请林老师来介绍四摄法的第一项布施。 OK， 布施呢，我们在过去6度也有讲到布施了啊。你想想看，如果呢你想要度化那个人，你呢在他呢危急的时候，你能够帮助他，对不对？那么他呢在日常的时候，你给他送一点东西，那么呢他需要呢你帮忙的时候呢，你义不容辞的你就站出来，我想他应该对你就有一种好感，对不对？那么布施我们一般来讲起来呢，有分3种呢。很简单的是财施了，财物的布施了。那佛教第2个呢，就是所谓的法施了。法就真理了，真理的布施了。你就是你有时候讲一点道理给他听，对不对？他想不开的时候，你给他分析，你给他解释说明，让他能够放下，对不对？如果能够进一步的当然你的意识、你的目的也是这样，进一步的让他呢能够接触到佛法，那么呢，那这更好了所以布施第2个法施譬如说我们在学校教书也是一种法施，但这种我们称它叫世间法的布施了。世间法，世间就世间的学问知识啦、才能的布施了。那么佛教呢比较注重所谓出世间的，就是能够要让你解脱自在快乐的免于烦恼这种呢辛苦的这种痛苦的，我们称它呢叫做法施。第3个叫无畏施了。无畏就是不担心，没有忧虑，不害怕。这什么意思比如说某某人得了癌症呢，你给他安慰，癌症并不可怕，这存活率很高，对不对？那他听了你的话以后，他自己呢心上的一块石头能够放下来比如最近呢，比如发生很多的这个空难
对。那么呢，你这安慰他说呢，坐飞机不要害怕了，不会。你想想看呢，全世界每1秒钟都有起降啦，那么呢，最安全的交通工具还是飞机呀。那这样想呢，他就不会因为这样子呢，每一次搭飞机他就提心吊胆，就不会这样子的。布施呢是个很好的能够接近众生，能够去接引众生来学佛信佛的一个途径，一个管道了。所以呢，如果你想呢弘扬佛法，你就要记住，佛教有3种的布施的，一种财施，一个是法施，一个是无畏施。那么在适当的场合、适当的时机，对着适当的人对象，如果你能够行布施的话，很容易你能够接引他来学佛。那会不会就是如果一直布施的话，把人惯的只会就是一直伸手跟人家要，把人惯得饭来张口？OK， 你讲这个是对的，因为这是我一贯的主张啦。我对朋友啦都是这样子，就是说救急不救贫。比如说你现在没有这3万块，对不对？你呢没有办法开刀，你在那个急救你没有办法输血。像这样的情形，或是呢，你没有这3万块，你可能就要陷入于绝境。像这样的话呢，义不容辞的，我们呢马上去弄。像我同学，黑道要跟他恐吓那我自己没有钱，我去找我的好朋友蔡李聪郭刚我们大家都凑一凑，比如每一个人出1万块，那么呢去帮忙他。像这种东西呢，就是我们讲的救急不救贫。那么呢，众生的依赖性有时候比较重，他有时候看你这样子他就吃定你了。对啊，他常常呢跟你伸援手。不过我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平常自己省吃俭用了那么呢，我想这自己不会用，让别人来享受，不是呆瓜吗？对不对？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佛教在行6度的时候，都是以一个东西来作为主导的，那叫般若智慧。般若像眼睛其他那5度是盲目的，没有般若的指导，你的布施就会走歪了，你的布施就会被那个比较不孝的人、有心的人把你利用了。他利用你的慈悲心，那么我们过去不是讲说，有时候有一种叫悲魔吗？所以这一点呢，这个你刚刚问的也很好好，了解。这是布施，对，第一色，没错，布施色。那第2个是爱语，是这个爱语就是说呢，你要去度化他，你要先讲一些他喜欢听的话。例如，如果你出口就骂他，或是你讲那种话他根本不爱听的，他会跟你来学佛吗？平常的话他都不喜欢了何况是讲佛法对不对？所以这个爱语呢很重要。一般来讲，你比如说那种柔软的，不要带棱角的，不要带尖的，带剑带刀的，那会伤害众生。那比如说言语也可以霸凌人家，言语对不对？那言语也可以去伤人。那么所以我们晓得了，你要讲那种比较柔软的，对不对？比较慈悲的言语，让对方认为你是一个慈悲的人，你是一个善心人士，你跟他讲佛法他才听得下。不过有一点我们要注意了，爱语呢并不是讲那种谄媚的话，谄媚就是讲那种呢讨好人家的话，并不是说动机不纯洁啦。像有心人呢，他故意讲那种呢，譬如说爱情的骗子，讲那种花言巧语这都不能够叫做爱语。爱语要让人家呢得到安慰的，要让人家得到鼓舞的，要让人家呢听了以后觉得很安心的，让人家听了以后觉得很舒服的。如果我们平常跟朋友啦，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你讲的话呢都是呢说的是爱语，我相信呢你一定会取得他的什么样子信任，他的好感。那因为这样的关系，你要跟他讲，比如说刚刚我们前一集录的3法印他就会
很喜欢听。是这样吗？你跟他讲呢，这个12因缘呐，对不对？他呢也很乐意听，因为他认为说，你平常讲这些话，他都呢觉得很受益。那今天你要跟他讲，你一辈子所信任的佛法，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譬如说，林老师为什么信佛信得那么虔诚？他是不是呆瓜？他信了呢，70年了，70年了。那么呢，一定有什么好处，一定有什么奥妙处，要不然的话，林老师呢为什么会喜欢呢？为什么郭刚老师会喜欢呢？为什么星云法师、圣严法师，对不对？正言法师他们都会乐此不疲呢？所以呢，这一点呢，我认为说要接引众生，平常跟众生的互动，就要透过呢所谓的爱语，让他们觉得舒服、安心，觉得鼓舞，很舒服。听起来蛮简单，但感觉做起来应该蛮难的。那当然了，这也是要学习的，是，真的要学习的。因为感觉一个不讲好，像比如说我来讲，一辈子常得罪人家，我也知道爱语啊，可是呢，动不动的，因为我生下来有时候爱变，我现在年老了，有时候要讲出去的时候，我知道我会去想一下，因为不要去逞口舌之快，因为伤害一个众生，有时候是一辈子的事情。如果以佛家来讲，他生生世世可能都给你记着。哇，记那么久？真的真的，他生生是不会灭掉的，永远他记在他的呢，所谓佛教讲的八识田中啊，那这不得了了。你只讲一句，他给你记3000年、5亿年。哎呀，最后想一想，还是小心一点。多爱语。OK，是好。第3个是力行，帮助他人呢？是，你想想看，你要度一化一个众生，如果你做的事情呢，都是有损于他，对他造成伤害的，他还会听你说法吗？绝对不会的啊！所以在平常的日常生活中间呢，就要记住到，对众生有意义的事情多做，没有意义的事情就不要做，伤害的事情更不该做。我再举一个小例子，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我跟班上有一个同学叫刘根志，老师记得很清楚。刘根志他呢，在美国他就大概有拿到博士学位。Okay. 我跟他呢，不知道平常呢这边呢什么有一点小过节，说明两个都不说话。OK， 那有一次呢，刚好雄中呢这个我们月考，那么他呢，我们这轮流去扫那个校园，雄中的校园很大，我看那个铃声的都快响了，一大堆，因为秋天了，掉了满地的落叶。我看他呢就急死了，他们一直扫，然后要跑去被倒掉。我看他那边不晓得怎么搞的，我平常呢跟他有点小过节，就看他不顺眼。可那一次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就去呢，就另外拿一个那个本机，那么来呢，我也不理他，因为我讨厌他，可是我帮他弄，就这样扫呢，跑，到最后好不容易铃声响了，又我们两个都弄完了以后，结果呢，到了下课的时候，那天考完的时候，突然间他递给我一个小纸条，写着说呢，我请你吃冰。OK， 你看看，从此又就变成好朋友。所以这里是例行啊，对，因为他这边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呢，不知道怎么搞的了哈，我并没有不是说故意要让他来怎么样，我本来就有点火大了，我也无求于他，所以这动机最纯洁的。这个不打紧是这样子。后来我上了政大，我到大3的时候，屯着有一个很漂亮的女生跑来呢，对我说。我叫刘什么，我哥哥叫做刘根志，我哥哥呢特别交代说呢，叫我呢来政大的时候要特别来呢，拜访你，那么呢来跟你再说一声谢谢。哎呀，我真是太感动了。那时候我就回想到我们这4社里面的例行，你看在学校在雄中的时候，那高2的那个时候的小一点力。有利于他人的行呢，竟然呢到了呢4、5年后了，还能够呢看到所谓的成果了。所以呢，这种呢是持续不断的，永远会在的。那么呢，刘根志我好多年呢都没见到了。
我们班上的群组大家找他，如果刚好他有听到了，或者他妹妹有听到了，再跟我们联络吧。OK，这是例行呢，帮助他人。我刚刚举那个例子，只是说呢，我们要度化众生，要先对众生有利的事情多做一点比如说在他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伸出援手；他需要呢，我们帮忙的时候，我们不要去逃避。那么这样子的话，平日建立很好的关系，那么我相信有一天你要跟他说法，那就方便多了。例行呢这件事情呢，我呢又想起来了，就是说呢，在医院里面呢，监狱里面呢，我呢也常常呢到里面去这个慰问那些受刑人，还有那些呢在医院里面呢受苦的这些病人，这2个地方我都有去。我去的时候都会遇到了基督教的牧师，倒是我们出家人我遇到的反而少一点点。是哦。后来我一问才知道呢，他们像基督教他们是有排班的，每个礼拜他固定的时间呢他去的，就等于这个是他的教化区。那我们佛教比较随性的，一般这是我自己猜测了。当然我呢现在老了，我现在讲都是20-30年前，我到高一啦，那我到这个高雄的监狱还有屏东的监狱，那么呢去那边的话呢，就是呢去安慰他们，去鼓励他们，那么呢让他们的身心得到一种安慰，让他们觉得说呢佛法很好宗教呢有一种呢安慰的鼓励的作用。那么就很多人这中间我还记得，就以前有那个台中的老师呢，听到我跟他这样讲了以后，他呢痛哭流涕，他说呢佛法太好了，哎呀我太爱学佛了。可是你猜怎么一回事？他回台中以后，他改信基督教了。为什么？因为他到那个台中的那个医院里面去的时候，见不到佛教徒去安慰他们反而呢他们这些神父那边有那边的神父去接手，每个礼拜都有人去鼓励。可是我呢没有办法跑到那个台中去，结果到最后呢，他就从佛又改信到基督教了因为他觉得上帝耶稣给他有力行，对他有帮助了，所以他就改信了他还是有获得支撑的力量了是这个我们给他祝福对，我们给他祝福。对，那第4个是同事。同事就是说你要去度化众生，你最好就是呢加入他的团队加入他的生活也好，做同样的一件事情，争取他的一种认同感。我举一个例子吧，我记得我同学要追他太太的时候，他呢就抱他到他爸爸他女朋友了，他未来岳父的家去当什么？去当工人就暑假的时候去打工而且呢不要求薪水打出来的薪水交给他女朋友，让他爸爸就会说：“哎呦，你好爱家你好爱我女儿那么呢，去他们家的工厂去工作，这也算是一种同事了，这种同事跟他做同样的工作了那么呢譬如说像郭老师跟我呢在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他看我看他呢那个时候在想说觉得不错，他想要介绍基督教给我我想介绍佛法给他，他想介绍基督教给我结果就怎么样子呢？我去他的教堂去祈祷唱歌那么他呢也跟着我到佛教的地方来那么这也是一种同事。那我去那边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一点基督教的，我去那边也唱圣歌，也听那个牧师呢来传道。可是晚了以后，我就提出很多的质疑来跟郭老师呢讨论。
他呢到我们佛教的地方来，他一样也提出很多东西来跟我讨论。argue，我们2个同事彼此互为同事10年，辩论上百场，那是上几百场都有了。到最后，郭老师他讲说：“世敏，我觉得佛法讲的比较有道理。”难道我呢？我跟他讲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自己还很得意。我说郭老师，我说并不是我林世敏厉害，是佛法好，那也不是释迦牟尼厉害。因为这佛法本来存在天地间，因为释迦牟尼透过他自己的努力去发现出来的，然后呢很慈悲的讲给我们听的。说我们要感谢的话，我们要感谢释迦牟尼。所以我们现在在念佛的常常讲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这样，本师它就是我们呢第一个最根本的，就它我们的源头了，所有这些真理都从释迦佛那边过来的。同事，我刚刚讲过，我跟郭老师，大家可以去做一个参考。你来听我的佛法，我先呢去当你的基督徒，去教堂，那么彼此到最后，彼此你想度我，我也想度你，那么大家呢各凭自己的本事，还有各凭自己的体会。郭老师他是念生物的，他呢认为说佛教讲的这些道理比较好。比如说我们以后可能有一个视频，比如说人从哪里来的，佛教认为说人从哪里来的主张，就比说上帝创造人，他认为比较合理。因为上帝会创造人，那上帝不晓得是被谁创造的，就不知道。那上帝会自己存在，就变成没有因的果。我们过去讲了很多次，所以就他念生物的人来看起来，他就觉得了，他觉得基督教这样的讲法比较不合理了，就这样啊。那我呢跟他讲，其实我内心很得意，他讲那句话，但是我还很谦虚的讲说，这是佛法好，不是我林世明好。你看一下这个表面功夫，就知道我现在呢快82岁了，我才讲出来。郭老师也不知道，我那时候呢还很得意的。现在看了这影片就知道。好，同事就跟他去接近他，跟他，譬如说我举个例子，我太太呢，她呢煮饭给我吃，照顾我几十年。她呢自己跟我呢，像晚年的时候，我晚年她喜欢种菜，她喜欢的在种花。那么他们种的时候，我呢就拿一个小的锄头去帮他呢弄个几下，其实我手就酸了，我就这样子。这也是同事，他会觉得我呢参与他的工作，我认同他的工作，他就会种起来呢比较怎么样有趣味，他种起来也有比较有成就感。因为他种出来的那些菜，虽然呢我看起来呢要死不活的叶子没有3片，可是煮一碗那个蛋花汤，我觉得特别呢好吃，我给他称赞一番，那就是爱语了那么呢去给他呢弄个几个锄头，这就是力行，对不对？帮助他嘛，力行帮他呢去弄点然后呢参与他的工作，这就是同事了。所以我发现我弄一个小那个锄头，讲个2句话，好好吃里面的全部都已经给我做到了。力行同事了，有没有爱语都做到？那么你一定会这么说，那布施做到了，为什么？我布施了爱语了。是这样吗？我把爱语布施给他了，有没有？我把这种好话，有没有柔软的话、称赞、赞美、肯定的话也布施给他了？这不就4摄全部都做到了吗？还好他呢学佛比我早，他13岁就信，虽然当时信的是一贯道了，不过也算是跟佛有缘了好，老师，那同事有什么运用在生活上的例子吗？ OK， 我记得我大学的同学啦，侯秋东，他后来在屏东师专啦，现在屏东大学呢有教书，他本身是中医师，他太太呢后来也出家了。那么呢
他太太就发一个愿，就是到屏东各个监狱里面去教化。所以他常常呢都会邀我呢去帮忙。那我也很乐意的去。我去那边的时候呢，就会跟那个受刑人坐在那边呢，有时候故意是坐在他旁边。可以坐那么近哦。对，他们说老师，你老师，我们是受刑人，你是老师。我说我呢学佛人如果身心没有得到解脱的话，我天天受到身心的束缚也是一样呢，在身心的监狱里面受刑一样了。他听了觉得很新鲜所以呢，我利用那个机会跟他讲说，我呢来讲我一点心得，我要怎么样让我自己比较轻松，能够自在那讲给你听。那么如果你呢觉得有道理的话，那我可以送你我写的书，那么你也可以有一天也可以比较快乐自在来过生活。那么呢，当然这些受刑人中间有很多人后来都有学佛了。我想呢，这是呢我们到了监狱里面以后，好像变成跟他一样，在监狱里面生活，在监狱里面受苦受难，让他觉得有一种呢认同感，让他觉得说呢，你是来帮助我们的，你也是我们中间的一个。那么这个呢，也可以勉强归到同事的。同样，我到监狱里面去，像那个地藏菩萨，为了度众生，所以不惜呢发那样的愿，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那个一进到地狱，就跟那个地狱里面的那些众生呢在一起了，打混在一起了，跟他呢一起生活，跟一起睡觉，一起吃饭了。老师还吃他们监狱里面的是餐这样。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像地藏菩萨一样，跟那个地狱的众生一起吃饭，一起生活。但是我们在进到监狱里面去的时候，跟他一起呼吸，一起呢跟他陪着他一起流泪。那么这有一点的那种同事的味道了，让他觉得你呢是认同我的，你是来同情我的，他就比较容易接受到佛法了。没错。我们已经全部了解完四摄法的意思了嘛？那了解这些之后呢 ？OK， 这四摄，四摄是一个菩萨接引众生的方法。所以你把四摄，譬如我在这边，我把四摄讲得再好，也不太算是修行的正课，因为它是接引众生的方法，而我只是会讲，知道我意思吗？那我讲说像六度，布施、忍辱、精进、持戒般若禅定这些东西，这是修行的正课。我把这六种做得很好，我就是修行。我把四摄讲得再好，不会成佛，因为它只是一个理论，怎么样去接引众生，怎么样把佛法传授也好，或是讲给众生懂，让他们能够进到佛门来学佛的一种方法。所以大家应该是了解到这样子，四摄是一种度化众生的方便法门。那么刚刚我们提到，不要呢拿来怎么样利用这四种法门来伤害众生，或者来利用众生来发财，来成名，来牟利，这样就不好了。接引永远只是一种方便，我们要出自于诚恳，出自于自己呢心地非常的善良，动机要非常的纯洁。而我们接引众生来学佛，我们并不居功，我们呢也不要说呢他来学佛，透过他来发财，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思。我们要把最好的佛法，能够解脱自在的佛法，透过这四摄来呢让众生呢有机会听闻，有机会走进佛门。我们以后还会讲到像四无量心这些都有点相近对不对？那以后我们再谈。还有四无量心这种对，所谓的慈悲喜舍这些东西了解，是期待下次之后应该会录这方面的集数来讲解。好，那我们四摄法就讲到这里吗？对，好，那我们四摄法日记就录到这里，谢谢，感谢林老师，后会有期。
不客气，谢谢，我们下期再见，再见，拜拜。好。